俄罗斯空天军彻底没救了。2022年的俄空天军还不如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美军，这点在战场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战前的实力统计，俄乌战斗机之比为873比48，强机与轰炸机之比为742比25。结果呢，俄空天军的战机跟下饺子一样，一个接一个往下掉。经典空军在地上，陆军在天上，这就有一个问题：俄空天军为什么那么菜？如果单看俄空天军的表面实力，其实还不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空军作为头号继承人，继承了苏联国土防卫空军和苏联空军大概75%的空中力量，差不多5400架战机，其中有3400架作战飞机。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一直吹嘘自己是空军强国，规模庞大，战斗力强劲，战机只要维修一下就能拉出来干架。只是这个时期的空军其实就是个空架子，俄罗斯太穷了，养不起。俄罗斯空军与俄罗斯国土防卫空军1997年合并之后，机队规模下降到2376架，不到原来的70%，并且这里面也没有多少能用的战机。2008年，俄空军连续坠毁2架米格29，检查后发现80%的米格29机队都出现了尾翼锈蚀的情况，但俄空军也没什么钱维修，买战机就更别想了。1991年到1995年，俄罗斯空军没买过一架新飞机。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也就将50架苏 -27S 升级到了苏 -27SM， 勉强到了3代战机的水平。有统计称，2000年到2008年，俄罗斯空军一共才购买了4架新战机。虽然在2011年到2020年，俄罗斯执行了国家军备计划，战机性能稍微强点，但是也没好到哪儿去。俄乌开战之前，俄军战斗机数量有1100架左右，战斗轰炸机450架，轰炸机130架，数量还算可观，但是里面问题很多，比如苏联遗留老旧武器装备太多，信息化水平低下，缺乏精确制导弹药等等，造成的结果就是俄军飞行员驾驶将近1亿美元的苏34去乌军头顶上丢铁炸弹，无法摧毁乌克兰的指挥系统，而且是上一架没一架，被乌军的毒刺星光炸得怀疑人生。如果拿俄空天军对比美国空军或者美国海军航空兵，火力军可以说俄空天军的指挥体系落后美军30年以上。2022年的俄空天军还不如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美军。俄乌开战之后，俄罗斯掀开了自己最后的遮羞布，在俄乌战场上，俄空天军的战机也就战出比较活跃。打到现在，乌空军的对地支援强度甚至比俄军都高。那俄空天军为什么那么菜？简单来说就一个字儿：穷。复杂一点的就是指挥模式、作战方式、武器等方面都有问题。就比如指挥模式，俄罗斯空天军还是老一套，有很明显的二战烙印，也就是侦察力量只用于侦察，把侦察到的情报提供给指挥机关，不用于作战指挥，这是非信息化时代的作战。俄乌战争中，俄军的指挥通信基本上都是依赖民用无线电通信网络，比如民用手机，没办法通过无线电一层层向指挥中心汇报情况，还不如用手机拍个视频发过去更快。反观美国的作战系统早就升级了，最早是 C2 系统，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期变成了 C3I 系统，到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就进化成了大名鼎鼎的 C4ISR 系统。2001年反恐战争后开始搞 C4I-STAR， 再到现在建设的 C5ISR 系统。而俄罗斯的指挥体系从苏联时代就开始断档了， C3I 时代都没赶上，跟美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俄军的指挥模式不变，就算是米格29、苏35、苏30这些战机都升级到 F-16的级别也没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苏联时期的电子科技树就点歪了，没发展晶体管电路，发展的是电子管电路，但是因为晶体管
管在小型化上的优势，之后单片机、芯片技术都是基于晶体管技术。美国就用这玩意儿发展各种微型计算机，加上互联网，指挥模式直接起飞。而俄罗斯在歪路上越走越远，这点在无人机方面体现的比较直接。俄罗斯的无人机其实就是银枪蜡头，飞行速度、飞行高度、航程、载重这些硬指标看起来还不错，但用起来不行，缺乏通用数据链。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就是指挥模式落后。除此之外，俄军的作战体系也有问题，比如机队预警机太少，性能也不行。俄罗斯现在用的还是 A50 系列预警机，苏联时代就有了，而且这东西在当时就不够好，放到现在更拉胯了。老一代的 A50 只能同时跟踪几十个目标，如果飞机上是12个操作员，那就能指挥己方12架飞机作战。最新款的 A50U 用的还是老式的机械式扫描雷达，能跟踪300个目标了，但因为数据链的限制，指挥能力仍然很差。至于最新的 A100 还在研制中，而且因为西方的技术封锁，研发进度很慢，服役时间一推再推。目前最新消息是至少要延到2025年。除了预警、侦察、指挥体系之外，俄罗斯的电子战也不行。海湾战争中，美军的空中打击力量就有 EA6B、EF111A 和 F4G， 现在则是用 EA18G， 性能如何各位都清楚。而俄罗斯这边，别说新的电子战飞机了，苏联留下来的遗产都快削干净了，剩下的电子战机中没有一个专职电子干扰的机型，都是电子侦察、通信飞机兼职，比如伊尔 20M、图 214R、伊尔 22PP 伐木人。问题是任务多就算了，数量也少，干本职工作都不够用。在俄罗斯2011年到2020年的国家军备计划，也就是 GPV 2020里，10年的时间内，俄罗斯空军一共收到了超过530架新飞机，其中40架米格29系列，主要是海军航空兵舰载机。只是在库兹涅佐夫号报废的情况下，这没什么用。还有30架苏27 SM3 和苏30 M2 系列3代半战斗机的中期改进型，100架雅克130系列攻击教练机，其余360架飞机则被苏30 SM、苏35S 和苏34瓜分。各位有没有发现缺了什么？预警机与电子战机火力均没算，主战机型和保障机型之间的比例实在是太离谱了，没必要算进去。俄罗斯只买了2架图 2140N 和2架图 214R， 有跟没有一样。同时，俄空天军武器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精确制导武器太少。虽然这些年俄罗斯一直对外宣称推出了不少比较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比如反辐射导弹、人载回路制导的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等，但是打起来之后才发现这就是自己骗自己。空天军实际装备的精确制导武器并不多，俄乌战场上苏34挂载的武器是经过改装的 FAB500， 这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弹药。老版的 FAB500 没有任何制导方式，除了威力大之外，没有任何一点先进之处。虽说俄军说已经经过改装，但也就只是在铁炸弹的屁股上加装一套尾翼，增加了弹药的滑翔距离，起不到精确制导的作用，跟美军使用的 JDAM 系列完全不同。以上就是俄空天军当前比较明显的问题，指挥体系落后，预警、电子战、无人机等方面都不行。这些在实战中表现得出来，大概有3个方面：第一，无法大规模空中协同作战；第二，空袭时损失比较大；第三，以及对地打击效果太差。接下来我们挨个细说。就俄乌战争当前的情况来看，俄空天军无法实施大规模空中协同作战。由于没有完善的空中指挥中心，俄军无法组织上百架次的空袭，一个空域塞那么多飞机，对这些单位的实施管理非常难，基本上就是各飞各的。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基本上就是各自为战，打击任务分配给相应的部队，然后该用苏25用苏25，该用苏34用苏34，没有相互之间的配合。当然，现在各国的空战都是这个模式，很少有上百架战机一起空袭。只是由于俄军缺乏预警机、电子战机这样的支援性飞机，导致俄空天军的空袭频度不行，现在估计也就一天几十个架次。第二个就是
是没有随行电子战飞机支援，俄军空袭的损失比较大。这也没办法，俄罗斯的电子战飞机就那么多，加上性能不行，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导致战机独立执行任务难度很大。这也是为什么俄空天军在战初获取战场制空权之后，在对地支援时依旧会对乌军各种地面机动防空力量击落。有毒刺、星光这样的单兵防空导弹，整个乌克兰高空、中空、低空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只要飞进去，就有可能被埋伏好的防空力量打击，而且很可能发现不了乌军。第三点就是对地打击效果很差，地空导弹拦截飞机，那同样也能拦截导弹。俄军使用防区外武器都没办法保证完成任务，更别说其他战术飞机带着无制导炸弹飞到目标上空轰炸了。说白了，这还是没电子战机以及通用数据链的问题。没电子战飞机压制，导弹大部分都会被拦截，同时因为缺乏侦察和应用数据链，根本就找不到目标。当然了，如果不跟美国比，俄罗斯空天军其实还可以，中规中矩。至于能否适应现代战争，那不是俄罗斯考虑的问题。俄罗斯要的是战略和力量，这是俄罗斯的保命装备。那一大堆图95MS、图160M，虽然平台都已经很老了，但是拼了老命也要维护住，同时还要通过技术考古复产。至于常规军力，比如战斗机、轰炸机之类的机型，能欺负一下周边那几个国家就行了，不会跟美国打，毕竟打不过，双方空军实力差距太大，这点在俄乌战场的初期就能看得出来。去年2月24日到3月底，基辅撤兵，这个阶段算是俄军的全面进攻阶段。俄军一直发射导弹袭击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其中以开战首日为最，总计发射了160枚，分别是100枚伊斯坎德尔、60枚口径，打击了乌克兰几十个军事目标。3月7日次之，总计125枚导弹，之后越来越少。3月14日90枚导弹，3月18日80枚导弹。在1个多月的全面进攻中，俄军单日导弹发射数量超过80枚的只有4天，只是象征性的照顾一下乌军机场。战争爆发之初，俄空天军的固定翼飞机日出动强度只有100架次，3月6日一度提高到200架次，结果被乌克兰防空力量打下来6架，之后俄罗斯就怂了，逐步退缩到40到60架次。打到现在，火力军已经看不到俄空天军的身影了。与此对比，美国或者说北约要碾压俄罗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北约轰炸塞尔维亚78天，各种作战飞机一共出动了32000架次，平均每天大约450架次，一共投放了23000枚航空炸弹或空地导弹。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后的14天内，美国海空军的战机就投下了15000枚精确制导炸弹，以及750多枚战斧，平均每天扔1000多枚精确制导弹药。这一对比，俄空天军每天出动几十架次，基本上就是来搞笑的。当然了，如果按照美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标准，其他国家的空军的都是垃圾。只是俄罗斯稍微有些特殊，因为电子科技树点歪的原因，缺少精确制导武器，电子战水平也是拉得一塌糊涂，无法适应现代战场。而且有意思的是，电子科技方面的弱势还会影响到俄罗斯的雷达网，包括地面和空中预警机。去年被乌军的无人机摸到恩格斯机场，现在还被打到莫斯科了。而且听说8月19日的时候，乌军使用自杀式无人机摧毁了一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只能说俄罗斯这是血亏。所以要说火力军来说的话，俄空天军已经病入膏肓，没救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俄空天军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